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酸泥这只灵宠。酸泥的代名词就是怒气，它的主战和助战技能全都和怒气有关。酸泥的主战技能会攻击敌方全体，并对目标施加两种状态，两种状态都是不可驱散的。第一种状态是无欲，被施加无欲的目标每累计恢复400点怒气，就会使到本回合的回怒速度降低15%。400点刚好就是一次行动可以恢复的分量，也就是说，主战酸泥可以使敌方武将每回合首次行动后回怒的速度都降低15%。然而，这个效果的作用并不大，因为它仅能用来降低敌方每回合的额外回怒速度而已，并无法阻挡敌方正常回怒。无欲只有在生效4次后才会使目标沉默，让对方无法释放怒攻，也不能恢复怒气，但沉默效果也只能持续至下次攻击后就会结束，付出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。酸泥施加的第二个状态无争，会使目标每累积损失400点怒气，本回合攻击造成的伤害就会降低8%，最多可叠加3层，效果持续1回合。这里的怒气损失也包含释放怒攻后的怒气减少，所以无争的伤害降低是很容易激活的。我们来看一段实测视频 ，SP 孙尚香有第二回合消耗所有怒气进攻的能力。这时的香香是满怒的状态，可以看到香香在释放完怒攻后，头上就直接叠满了3层，伤害降低。主战酸泥的无争和无欲有一个通病，一个是在敌方回怒后才降低怒气获取，另一个则是在敌方攻击后才降低输出，这样的能力真的让人很无语。而且最要命的还是两个能力的持续时间都很短，效率非常低。怒攻后降低伤害的能力，虽然可以用来对付能在同一回合内连续输出的灭队武将，但别忘了灵宠是在第一回合结束前才释放的，这些能力都要在第二回合才能生效，这已经太迟了。出战灵宠对于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，不管是用来输出、防御还是控制都一样，没有足够强的能力，基本上都是无法出场的。所以像主战酸泥这种画蛇添足的能力，不用说，一定是没有机会出场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酸泥的助战能力。助战酸泥会使我方武将的怒气降低命中增加30%，同时获得不可驱散的止戈效果，持续3回合。止戈的能力可以让我方武将首次使用普攻时夺取目标30%已有的怒气，每次夺取最多不超过300点。酸泥的抢怒还有2度功能，若夺取的怒气小于或等于150点，则使自身最终减伤提升20%，持续到回合结束。所以玩家不必担心会因为夺取怒气太少而完全没有用处。若夺取的怒气值大于150点，则下次怒攻伤害提升20%。不管夺取的怒气是多还是少，酸泥都会有收益。助战酸泥的怒气夺取，比起主战的降低回怒速度，更加直接好用。夺取怒气后的减伤或增伤，也比主战的降怒后的伤害降低更为实际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效果都可以在战斗开始就直接生效，这又是一只助战吊打自己主战技能的灵宠。助战酸泥的能力也离不开怒气，技能全是围绕怒气展开的。那么现在的怒气环境又是否适合酸泥发挥？目前最有能力抵抗怒气的组合是诸葛亮父女，但现在已经很少人会使用这两人同时上阵，多数都是使用诸葛果和曹丕。如果只有诸葛果一个抗怒武将，相信会很难阻挡酸泥的怒气夺取。至少在目前的实战中，即使有诸葛果在，武将还是很容易的就会被扇子给吸走怒气。无双扇子有额外50%怒气降低命中，酸泥开场也有30%怒气降低命中，两者相差并不远。再加上上古神器的战斗技能加持下，想要顺利夺取怒气应该也不会太难。再往后几个版本，能有效抵挡怒气的大概也只有 SP 孙尚香领衔的女团。不过玩家也不必太担心，酸泥的怒气夺取即使被抵抗了，
也还是会被归类为夺取的怒气少于150点，一样可以获得减伤效果，并不会因此就变得完全没有用。当然，酸泥还是有很多缺点的，它的增伤和减伤能力可维持的时间都很短，而且怒气夺取的能力也会需要一点运气成分在内，因为对手身上有多少怒气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。不过有酸泥的一方，在先手会比较有优势。一些有特殊联动的武将，比如姜维和大乔，可以透过公孙瓒或吕灵起的先手怒攻来抢先发动普攻抢怒。如果这时刚好抢的是对面满怒的武将，那就赚到了。这是只有姜维和大乔能做到的事。典韦的追击普攻和吕布的反击普攻都无法触发酸泥的抢怒效果。另外，吕布的普攻虽然是全体的，但抢怒只会对对位武将生效，不会直接抢夺全体的怒气，不然就太变态了。很多人对于要怎么使用酸泥还是感到很模糊和没有概念。我给大家一个关键词，还是控怒。不管是控怒还是控制都好，酸泥最擅长的还是和控怒型的队伍一起搭配使用。一来是因为这些队伍原本就会带上一些能加强控怒的配置，比如山河战斗技能上古神器或怒焰瑶光等等，这些都可以加强酸泥成功夺取怒气的机会。助战酸泥开场会提供怒气降低命中加成，这也可以用来增强武将的控怒能力，两者有相辅相成的作用。二来是因为酸泥的怒气夺取除了可以用来控怒外，吸收回来的怒气也可以用来加强队伍释放怒攻的频率，借此形成良好的控怒循环，这才是酸泥的最大用处。说到这里，相信大家都知道酸泥适合什么样的队伍了。接下来推荐4支很适合使用酸泥的队伍，首选是脏水队。主战玄武，助战穷奇、酸泥，这几乎是脏水队接下来几个版本的标准灵宠配置。这个配置会一直持续，直到一只蓝色的鸟上线为止。脏水队的玩家是必抽酸泥的，推荐直接拉满5星。第二支可以抽酸泥的队伍是女团。女团原本就是游戏里的老牌控怒队伍，虽然近期的控制能力多少也会受到穷奇和荀彧崛起的影响，但 SP 孙尚香归来后，女团的回血和控怒能力又会获得大幅度提升，到时酸泥就会变得非常有用。后续女团在和 SP 郭嘉搭配完后宫队时，也可以继续使用酸泥助战。酸泥在女团中的重要性还没有脏水队那么高，属于可选择但不是非必要。SP 孙尚香登场后，女团的助战灵宠就会在玄武、穷奇和酸泥三者之中做取舍。第三支也很适合使用酸泥助战的队伍是香香灭队，这里指的是攻防一体的那支队伍，而不是传统的切后香香那一套，详情可以参考这支影片。香香的控怒能力很强，而且还可以控到前排。酸泥的怒气夺取可以同时增加队伍的控怒、输出和生存能力，也是一支非常适配的队伍。但是香香灭队可使用的期限并不长，之后就会被 SP 孙尚香完全取代。虽然 SP 孙尚香也可以继续使用酸泥助战，不过那是女团版的 SP 孙尚香。我相信香香玩家拿 SP 都会更倾向于使用切后版的 SP 孙尚香，所以要不要抽酸泥来使用就看个人了。当然，酸泥还有 PVP 以外的其他用途，这个我们之后再说。第4支队伍是冲锋姜，姜维不管在哪支队伍里都一定会需要怒气支援，所以助战酸泥也很符合姜维的需求。虽然姜维无法享受酸泥的怒攻伤害增加，但最终减伤的能力也是冲锋姜非常需要的。酸泥上线后，对于冲锋姜的影响最大，因为站前排的姜维几乎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受到酸泥夺怒的冲击影响。虽然还不至于会完全不能玩，但却会带来很多麻烦，也许到时又要请诸葛亮出山了也说不定。后续姜维的一些队伍，比如盾姜、火毒姜等等，都可以考虑使用酸泥来助战。以上4支就是个人推荐，可以使用酸泥的高收益队伍，尤其是脏水和女团，他们是使用率最高的队伍。当然其他队伍想要用酸泥也是可以的，它就是一支可以用来控怒的万金油灵宠，
也有一些队伍，比如卫盾和火盾，也会使用酸泥。除了 PVP， 酸泥在山河的作用也很大，这是它的第二个用途，偶尔也能在奇策中登场。关于酸泥要不要抽，其实还有不少争议。有些人认为有必要，也有些人认为没必要。实际上，酸泥确实只是一只可选择性的灵宠，并不像玄武和白虎一样，是抗队或灭队必抽的灵宠。如果你的主战玄武和助战白虎还没有5星，那么我还是建议你优先把它们补满。玄武如果只是用来助战，那么4星就可以了，之后用银币慢慢补就好。玄武和白虎属于基础灵宠，基础要先有，之后抽酸泥才会强。如果没有基础在，即使先抽了酸泥，也不会强到哪里去。酸泥在 PVP 不是必要的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非得完减怒流不可。但在山河的比重则会比较高，所以我建议，即使你的 PVP 队伍不会用到酸泥，也可以抽一只1星来备用，它绝对有开图鉴的价值。酸泥1星到5星的技能都是一样的，升星的差别只是在于数值的成长。大部分人会推荐把酸泥抽到2星，是因为2星的夺取怒气上限会从150变成200，之后就要升到5星，怒气上限才会再次提升至300。所以2星的性比价是最高的。但如果你有能力往上抽，星数自然是越高越好，没能力的就暂时1星用着也是可以的。酸泥可以一直用到 SP 郭嘉的版本，之后就会随着脏水的没落和其他强势灵宠的竞争，而使到它的使用率逐渐下降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